你是不是也想入手 vivo X300 Ultra， 但看到价格，再看看自己的钱包，就默默把冲动收回去了呢？先别急着放弃，因为你还有 vivo X300 FE 可以选，不止长焦够力，还能外接长焦增距镜，而且价格不到25000元。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开始心动了呢？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 今天要来聊的这台 vivo X300 FE， 我觉得它是一款有一点被忽略的产品。毕竟在同一个时间有个明星产品推出，也就是 vivo X300 Ultra。虽然如此，我真的觉得它是一款非常有趣的产品。它推出2个版本，12+256GB 售价是23990元台币。12+512GB 的售价呢是27990元台币，都落在中阶机的价位带，但在规格上，无论是摄入能力、效能或是电力，都是接近旗舰机的水准，而且是这个价位带唯一有原厂增距镜支援的手机。究竟实际表现如何？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vivo X300 FE 这次搭载的是蔡司3镜头系统，主镜头采用 1.56 寸5000万像素 IMX921 感光元件，光圈是 f1.57， 等效焦距是23mm， 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长焦镜头用上 1.95寸5000万像素 IMX882 感光元件，光圈是 f2.65， 等效焦距是 73mm， 同样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超广角呢，则是1/4寸800万像素感光元件，等效焦距是 15mm。看完规格，我们直接来看实拍。先从3倍潜望长焦开始看起，光学焦距日拍部分 HDR 的效果非常的优异哦，色彩表现很自然，细节也很丰富。夜拍部分高光抑制表现也非常的优异，相较于日拍有比较饱和的感觉哦。那夜拍的细节也算是不错。数位焦距部分依靠着优异的 AI 细节强化，10倍数位焦距日夜拍都有一定的水准，直接分享到社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程度，甚至到20倍数位变焦呢，都能维持不错的表现，是相当好用的一颗镜头哦。它还有着大约15公分的最近对焦距离的长焦微距，无论是3倍或是6倍，细节跟画质表现都很优异哦，随手都可以拍出超细致的微距照。主镜头的色调跟3倍潜望长焦非常的相近，日拍部分锐利度跟细节都很足够，同样在亮暗之间找到不错的平衡。夜拍的色调也同样比较浓郁一些哦，在高光差的环境下还能保留亮暗的细节，这表现几乎就是旗舰级的水准。2倍数位放大，锐利度虽然没有光学焦距那么扎实，但在线条刻画也不会有松散的感觉。夜拍也有不错的细节表现，可以放心的在夜间拍摄。超广角在规格上虽然比起主镜头跟3倍望远要逊色很多，但实拍效果却出乎我预期之外哦。在一般的白天场景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有高光差时暗部有一些噪点出现那夜拍部分也有不错的表现，在比较明亮的场景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有在非常暗的环境下，锐利度明显比较不足。但以1/4寸感光元件来说，我觉得这个已经还不错了啦。录影部分 ，X300 FE 支援 4K 60fps 的录影也有着人像录影功能。这个功能其实非常的实用它有着1倍跟3倍的焦距，拍摄时可以主动抓住人脸，也能调整背景虚化程度，还有美颜的效果。实拍效果我觉得还不错，美颜效果算是很自然的，稳定度也非常的理想。拍摄 Vlog 时我觉得是算很好用的一个功能。整体来说，拍照与录影表现都很接近旗舰级的水准，虽然有点牺牲超广角镜头啦，但实拍效果也算是还可以接受，以这个价位带来说是相当好的表现。X300 FE 这是最让人惊艳的，当然就是支援 vivo 蔡司增距镜，前后2代的2.35倍增距镜都可以使用，实测最近对焦距离大约落在3到4公尺左右，对街拍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200mm 的焦距，成像非常的扎实，色彩跟细节表现都跟原本的3倍相同并不会多了增距镜而变暗或是画质减损。夜拍的部分表现也很好，无论是环境亮或是暗都能拍出细节，但这是非常好用的那日拍部分在400mm 表现也不错，很接近光学焦距水准，一直到800mm 才有一些涂抹感，但依然是可以用的程度那夜拍部分400mm 就会比较吃场景，环境比较暗的情况底下，数位感就会偏重
但在打光充足下，表现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哦。X300F1 目前支援真距镜的模式只有拍照、录影、舞台还有抓拍，不确定更新之后会不会增加人像或是其他的功能。但直接用一般功能来去拍摄人像，表现我觉得还不错哦。用长焦来营造自然的背景虚化还有压缩感，会有更好的背景氛围。人像与自拍也是 Vivo 的强项，人像拍摄支援23到100mm 焦段啊，这个焦段的照片先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看完这几张照片之后，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其实我私心更爱长焦的人像拍摄，但说真的，23到50mm 在 Vivo 自然背景虚化还有美肌下所呈现出来的作品也是相当的好看。当然 ，Vivo 也有经典的蔡司人像镜头套件，可以营造出不同的背景氛围还有色调，大家也都可以试试看哦。自拍的表现当然也很好啊，当然我对于自拍是没有什么感觉啦哦。不过 model 本人觉得非常好拍又很自然，那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X300F1 也有着 AI 创作功能，这从 X300 Pro 发表后出现的功能，现在已经进化到更好用了。使用时它会先辨识场景之后，再推荐风格效果，也可以进行构图的校正所以拍出来的照片也有比基本构图更完整的水准。各种风格拍出来也非常好看。另外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在拍照当下消除路人哦。拍照后经过处理，就可以得到一张完全没有人的空景，而且更厉害的是，墙上看板上的人不会消除掉哦。这个 AI 判别还是非常的精准。讲完拍照之后，再来聊一下外观。X300F1 外形走的是精巧利落的路线，机身厚度大概 7.99mm， 重量是191公克。这个尺寸跟重量在现在的市场上其实相当的讨喜哦，尤其是不喜欢太大只手机的朋友来说，这台拿在手上有一种很刚好的感觉。那背面是采用 AG 磨砂工艺，搭配金属的中框，手感也不错，比较不容易沾指纹。加上它有着 IP68、IP69的防尘防水，日常使用安心度也很完整。那萤幕则是6.31寸 1.5K 蔡司大师色彩的萤幕，支援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峰值亮度最高可以达到5000 nits 哦，规格非常的够看哦。那 X300F1 的硬体规格配置也不差，它搭载 Snapdragon 8 Gen 5处理器哦，那提供12+256GB 版本，还有12+512GB 两种版本。那我这台是12+512GB 的版本哦，那AnTuTu 跑分超过300万分 ，Geekbench 6单核是2825，多核是9095分，效能基本上已经逼近旗舰水准。那电力部分搭载6500毫安时电力，在这么薄的机身中可以放入大电量，我觉得这个蛮不容易的以 PCMark 工作 3.0 实测一般的使用情境，100%电量到20%，续航将近24小时哦。以这个电量来讲，表现非常的好。那充电部分支援90瓦极速闪充，还有40瓦无线闪充。以有线充电来试测充电速度，在开启高速充电下，30分钟可以由20%充到90%，补电的速度是相当有效率的。那另外它还有着 eSIM、NFC 门禁卡，还有 Google 钱包一卡通服务，这些小功能都可以让手机的使用更加的便利。最后当然还是来聊一下 X300 Ultra 跟 X300 F1 到底怎么挑。如果你是追求最完整、最极致、最旗舰的影像能力，那 X300 Ultra 当然就是梦想机啦。毕竟 Ultra 这个级别本来就是给那种想要一次把规格拉满、影像体验冲到最高的人所准备的。那它的优点很简单，就是强啊。那缺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己没有钱买啦哦。那如果你是比较务实的使用者，
手机拍照要够好，长焦要真的能用，录影要稳定，续航要够，效能不能弱，而且价格要压在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区间。那 X300F1 真的就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啦。它并没有在影像表现上妥协太多，而且效能也是逼近旗舰水准啊。那更重要的是还能搭配增距镜使用哦，确实让它在这个同位带的手机中啊，多了一个非常有记忆点的优势。所以如果光看性价比，就直接看 X300F1，以一台不到2万5的手机来说，这样的表现确实很有竞争力。如果你要冲顶不管价格，那就直接入手 X300 Ultra， 顺便把那2颗增距镜都一起带走哦。所以以上就是 vivo X300F1 的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rime， 再见喽，拜拜。